英国为了能当炮灰，不惜赌上国运跟排美国，狂言出兵4000来对付中俄。我国军事观察人士点评很犀利，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不断对中国进行恶意的干扰。拜登政府认为，以中国强大的实力，单凭美国自己的能力，无法完全遏制中国的发展，于是想拉拢其他国家共同对中国打压。但是明眼的国家都看出了美国的内心所想，不愿意跟随美国的想法来孤立中国，只有一些像英国这样愚蠢至极的国家，情愿当美国的炮灰来对抗中国。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英国媒体相关消息报道，英国指挥官马克·托顿近日在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将集结4000人建立一支特种部队，用来对抗中国与俄罗斯。托顿还称，他将引领这批特种部队联合英国军情6处一起监视中国与俄罗斯的军队和情报机构。报道还称，该特种部队将参加更多类似中国海地区的军队工作，以便于更好地应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有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这是完全赌上了自己的国运，给美国当炮灰，或者说自己还从日不落帝国的梦中没有清醒。就以英国那点军事实力，还声称对付中俄，这完全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瞎折腾。如今中国军事实力迅速发展，海军实力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如果英国出兵再逼中俄联合的话，别说是英国，就连美国都不可能是对手。而现在的英国却有勇气说要对抗中俄两国，真是成了跳梁小丑，可笑至极。想对抗中俄，可不是英国的指挥官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现的，也不是凭你那过了期的随时都可能掉进海底的航母来对抗的，所以还是早点清醒的话比较好。对此，我国军事观察人士也做出了点评，他们认为英国派来4000人都不够解放军打的，还妄想对付中俄两国。也有人认为，这完全就是给中俄联合出兵送了一个好机会，正好不用找借口联合去找你们算账了。他们这样的犀利点评还真是大快人心。以中俄两国兵力，英国想派4000兵力就狂言对付中俄，这未免也有点太好笑了，来了都不够中俄两国军队分开打的。不过如今美国一直拉拢西方国家来针对中俄两国，那中国也可以有好兄弟了吧？这确实也是给中俄联军对抗送来了一个绝佳的好机会。总而言之，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是坚不可破的。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中国是不好惹的，也是英国这个跳梁小丑惹不起的。做不做炮灰是英国的事儿，但是如果想要尝尝解放军炮弹的威力，那你就来试试。主动释放和谈信号遭拒绝，美国恼羞成怒，对华挥出3记重拳，中方态度明确，不吃这一套。自从安克雷奇的那场会晤结束之后，中美之间的交锋就在各种场合不断的上演着。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单方面的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的中美关系，杨洁篪主任的那句“我们把美方想得太好了”，简直就太贴切了。最近，拜登政府在经历普拜会之后，就频频对中国表露出想要举行中美领导人对话的意愿，而且白宫还放出消息称，将派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于近期对中国进行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没有太多可以提供的信息，并且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立场一贯是明确的。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方这一态度很明显就是在婉拒了美国主动释放的和谈信号。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表现出半点想与中国进行对话的诚意，而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做法是对的。中国真的不能把美国想得太好了。在和谈信号遭到拒绝之后，美国竟恼羞成怒地对中国挥出了3记重拳，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首先，在台海问题上，美国无视中方的警告，又一次让军机降落台岛，进行所谓的物品交接。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只不过是美国踩着红线，借机力挺台独，对大陆进行挑衅。其次，在南部海域，美军也做出一些大动作。美国在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对外宣称，将准备往亚太地区部署20多架 F-22隐身战斗机，并叫嚣这些战机会担起踹开中国大门的重任。紧接着，在涉港问题上，美国还以中方没有遵守法治承诺等所谓的理由，宣布制裁香港中联办的7名官员。对于美国挥舞的3记重拳，有专家表示，美国的恶滑手段真的是没有新招了。这些举动在中国人眼里不仅没有威慑力，反而还会让美国遭到中方的强力反击。
针对美军在台海问题上以及南部海域的挑衅行为，解放军直接在距离台岛243公里处的海域举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中国或许真的被美军惹怒了。实际使用武器训练这种措辞在之前几乎从未有过。同时，还有专家表示，如果美军机抵台的话，解放军是有权击落的。另外，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回应更为霸气，他们指出美方的图谋令人不齿，并且绝对不会得逞。美国的制裁对于中国而言，完全就是废纸一张。要知道，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已经出台了，面对美国的制裁，我们完全可以依据该法案来对那些反华势力进行猛烈打击。总之，在美国对我们挥舞重拳的时候，中方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对于美国的欺压，中国人根本不吃这一套。输2次，美终于承认失败，要取消对华关税。中国不理，美国下不来台，中国成功到让美国无计可施。近期，彭博社报道称，美国财长耶伦认为，美国仍在加征对华关税，反倒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同时还质疑拜登政府仍在审查中美第1阶段经贸协议，两国需要尽快解决最迫切的争端。美国为何想要迫切取消对华关税？据报道，早在特朗普时代，他们试图增加对华关税，以保护其本土制造业免受所谓中国出口补贴的影响。特朗普威胁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现实并没有按照美国的剧本来走。今年第1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猛增。据国新办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5706.5亿元，增长43.9%，而中国对美国出口1.64万亿元，增长31.7%，贸易顺差约为10694亿元。未来几十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总体还会呈上升趋势。无论是前特朗普政府还是现任拜登政府，都希望借关税狠狠敲中国一笔，让美国赢2次。但现实却是美国输2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大量印钞导致美国国内通胀飙升，现在增加的关税开始反噬，单方面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而且也可以发现2年多的贸易摩擦，即使美国增加关税，中国对美国仍然还是有贸易顺差，说明我们商品过去还是卖便宜了，还有涨价的空间。此前在美国的高调宣传下，中美贸易战打得轰轰烈烈，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前1个月，美国贸易高官们就多次打来电话，近日还盛传美国常务国务卿谢尔曼要访华，但是中国反应都不大。不久前，美国财政部还嘴硬，无意恢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急的是美国。中国不理，美国下不来台。而耶伦突然表态，无非就是要给美国台阶下。中国之所以不理会，是因为美国毫无诚意，还在打恶毒的组合拳。不仅是征收关税，美国接连就涉疆、涉港、台海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借疫情污名化中国。美国是高估了自己的防疫能力，低估了中国的防疫能力。如果我们没防住疫情，后果不敢想象。但是剧本没有按照美国预想的来演。对此，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北美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列克谢·达维多夫表示，中美已经进入系统性对抗，但中国表现出比美国更高的效率，很大程度上瓦解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重要领域的垄断地位。比如，中国市场发展如此成功，以至于让美国的制裁无效，遏制中国发展无计可施。美军机4天内2次抵台，这是要逼大陆出手了吗？对此，金灿荣做出解读。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本月的19号，一架美军 C-130 战机在台本土的桃园机场降落，在停靠期间，地勤人员卸载了一些箱内不明货物。而这是美军机4天内2次抵台。在本月15号，美军一架 C-146A 行政专机也曾在台本土登陆，同样也是以送包裹为由。虽然只有10几分钟的停留时间，但这2次行为的本质都无任何差别，皆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入中国领空。据了解，此次这架 C-130 型运输机是从菲律宾起飞，穿过北部的巴士海峡，在桃园机场降落。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架 C-130 运输机并没有喷上美国空军的涂装，而是挂在民航飞机注册号上，所以我国很难对其做出直接的反击行为。哪怕美军现在在做的是在打着民用运输机的幌子进行军事挑衅行为，对于这一点，相信大部分观点都支持我国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上的警告，否则他们将继续采取走3步退1步的策略。
最后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切香肠战略。一旦美军的战略得逞，那不出意料的是，在台湾来的美国军机将成为一种常态。美国现在就是想让两岸都慢慢熟悉这种感觉，然后借着各种理由用军机飞到台湾，目的只是让外界，特别是我们习惯这件事儿。当军机抵台常态化后，那后续必将还有其他的军事交流。不过，也有观点认为，4天内2次美军机再降台岛，这是要掀桌子了。我国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认为，这是要逼大陆出手。从客观上讲，大陆一直希望和平统一，所以哪怕是只有一线希望也没有放弃，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坚持和平统一的基本对台政策。但是现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残酷，现在美日开始勾连，企图以武拒统，不断借机试探大陆底线，对警告视而不见。就在前几天，日本还明目张胆地将台湾问题写入防务白皮书，这无疑是在把中国逼向历史的墙角。如今美军完全不顾中方警告进入中国领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不用再客气下去了的。假如此时解放军击落了美军机，那么很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但有的时候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准备工作必须做好，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向域外势力表明我们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